老太婆，从今日起，这侯府再也没你的位置。赶紧滚吧！再赖着不走，本相就叫人把你扔去乱葬岗。你们两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我堂堂承恩侯府老太君，我倾尽侯府助你登顶。如今你沈承宗高升一品宰相，就要把亲娘赶出家门吗？还有你苏佩兰，你这些年从我手里夺走侯府大权，掏空侯府库房，尽数补贴娘家，如今还要这么对我，你就不怕遭天谴吗？住口！若不是苏家在朝堂上下为我奔走，我何来今日？你就是个没用的累赘，我的一品诰命还得感谢你忙前忙后呢。白眼狼，一群狼心狗肺的白眼狼！文宁，你终于来了，娘的好女儿！快救救娘！你大哥大嫂丧尽天良，要叫我活活冻死！哪来的臭乞丐也拦我的路？娇宁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娘？这些年你说你在夫家过得不好，娘私底下偷偷塞了你几万两银钱，那些都是你自愿给的，我可没逼你。如今大哥可是一品宰相，你被赶出来，定是你自己犯了错。别挡着我，我还要进府赴宴呢。这娇宁，你好狠的心！承泽，承泽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差子还能换几两银子，够我去赌坊玩2把了。任承泽，我未从催债的人手里护你，前前后后替你还了数十万两赌债，你如今也要这般对我？娘，如今大哥高升宰相，还有苏家帮衬，我肯定以他马首是瞻。你这老东西，就别在这儿拖累我了。大哥、大嫂、二姐，小弟来迟了，我敬你们一杯，祝大哥步步高升。还是承泽懂事，快过来看看大哥大嫂给你准备的好东西。那老东西还藏了这么多宝贝，大哥大嫂，这些以后都是咱的。瞧你那点出息，往后我们跟着大哥大嫂，荣华享不尽。来喝酒。我疼了一辈子的儿女，就这般待我。娘，你醒醒，咱们走，我养你。侯林，是我瞎了眼，偏疼那几个畜生冷落了你们。等程阳回来，你要让他们这些畜生血债血偿。娘，程阳他没了。大哥大嫂为了夺侯府，诬陷他通敌叛国，上个月被问斩，我连尸骨都没收回来。什么？小妹选秀入宫，被苏佩兰暗中使绊子，得罪了贵妃，如今被打入冷宫，生死未卜。大姐远嫁他乡，如今穷困潦倒，连温饱都成问题。母亲，我娘！你半生偏疼，竟养出这般忘恩负义之徒，若有来生，我定要他们血债血偿，不得好死。
白眼狼，你这狼心狗肺的白眼狼！我的福安堂，我真的回来了，老夫人可算醒了，您免着了。自打老爷病倒后，您就没睡安稳过。如今老侯爷的头七刚过，您可得保重身子啊！老侯爷头七刚过，我回到了50岁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对了，老夫人，二奶奶天不亮就来请安，在门口等候半个多时辰了。红玲，上一世她日日规规矩矩请安，却被我忽视，受尽冷落。这一世我绝不能这么做了。快喊她进来。儿媳给母亲请安。好孩子，快起来！这些年苦了你了，一家人不用这些虚礼，往后在我跟前随意些。往日里娘连正眼都不鸟我，今日怎会如此温和？都一时了，大奶奶日日迟到，仗着苏家势大，压根儿不把您的规矩放在眼里。娘，我去催催大嫂。别去，你过去定会被她刁难，娘舍不得。娘，儿媳给母亲请安。母亲今日气色真好，儿媳本想让您多歇歇，谁知您竟早早起身了。那依你的意思，该如何？依儿媳之见，不如直接免了成婚定喜，儿媳午后过来一趟就好，也省得您劳心。就是这句话，上辈子我信了他的鬼话，一步步被架空，最后惨死雪地。这一世我绝不会再任人宰割。大奶奶，成婚定喜是为人儿媳的本分，更是祖宗规矩。日日请安，日日迟到，本就不合规矩。放肆！一个奴才也敢多嘴！母亲都没说话，轮得到你智慧？够了！母亲，家规明言，儿媳迟到不敬婆母，藐视家规。苏佩兰，跪下！您让我跪？往日您从不会因这点小事苛责我。往日我是瞎了眼，把你当孝顺儿媳，对你言听计从，最后被你掏空侯府，弃于雪地。这辈子我绝不会再做那任人宰割的蠢妇。我让你跪，你就得跪，莫非你敢抗命？老太君息怒，大奶奶一片小心，规矩哪有您的身子金贵？您太死板了。主子说话，何时轮到一条老狗插嘴？这规矩是你苏佩兰教的。来人，把这以下犯上的恶奴拖出去，重打50板子，让府里人都看，在我福安堂撒野是什么下场。老夫人饶命！大奶奶救我！饶命啊！母亲，我是世子夫人，当众下跪，若传出去，岂不是丢侯府的脸？你违抗侯府家规，就给侯府长脸了？我跪还是不跪？苏氏，你长家几年，府里的账目真的清楚？回母亲，比比清楚，分毫不差。是吗？上月才摆的500两上等银双炭，为何二房收到的是掺了7成烟炭？他是怎么知道的？这老太婆不是一直病着吗？母亲，您听谁挑唆？有人故意污蔑儿媳。污蔑？我撕烂你这张搬弄是非的嘴，已经是给苏家留了体面。你做的好事，我一清二楚。娘，快住手！夫君，你可要为妾身做主啊！母亲毒打崔嬷嬷，还污蔑妾身贪墨宫中银钱。娘，您何必苛责佩兰？她不过迟到请安，还无端指责她贪墨，
传出去让人笑话。大哥，大嫂冒图废了晨婚定刑，蔑视家规，并非小事。这里轮不到你多嘴，内宅之事少掺和。妇人，我这个侯府长家的妇人，你也不看在眼里。老侯爷刚死，你就瞧不上亲娘和弟媳，好一个狼子野心！儿子不是这个意思。李嬷嬷，去后脚院请林伯过来。是。娘，您找他做什么？他就是个老糊涂的家仆。前世林伯要揭发你们，被我拒之门外，最后被你活活打死。今生我定要他当众作证。老太君，您终于明辨是非了。老奴等这一天等了太久，侯爷在世叮嘱要守好侯府根基，防着奸人窃权。林伯，起来吧，把账本呈上来。启禀老夫人，大奶奶掌家3年，府库亏空，赤金623两8钱，纹银8460两，另有东海明珠1盒，和田羊脂玉镯。住口！被人收买伪造账本，陷害我妻！闭嘴！我还没死，这府里轮到你发号施令。是诬陷，全是诬陷！我从未探谋分毫。是不是诬陷？搜搜你的私库便知。李嬷嬷，带人去大房搜。是，老夫人。老夫人，您瞧，这是老侯爷生前最爱的摆件，竟都被大奶奶偷去私藏。母亲明鉴，我都是为了程宗的前程，求请饶我这一次。佩兰不过是操持辛劳，有些疏漏，何必较真？当着下人的面，叫我们夫妻如何自处？您打我？打的就是你这个不孝的孽障！你爹尸骨未寒，你纵容媳妇挖空侯府，当我是泥捏纸糊的不成？跪下！我是3品大员，堂堂侯爷不能跪。圣旨未下，侯位不是非你不可。我大可请旨废了你的世子之位，让程耀回来承袭。母亲明鉴，我当真毫不知情，全是他自作主张蒙蔽我。沈承宗，你忘恩负义，那些银子全是为了给你铺路钻营。住口！你这个毒妇，全都是你自作主张，还不快向母亲请罪？请罪？王尚书送的寿礼是你催的，贵妃娘娘的血烟是你要的，你这疯妇，再敢胡言乱语试试！住手！嫌不够丢人现眼。来人，去礼部替大爷告假，代加市集。从今往后，你俩每日来我院中跪足2个时辰，少一刻都不行。苏氏私吞宫中财物，秽乱家风，收回掌家之权，私房充公，填补亏空。母亲，你不能！我是苏家嫡女，我爹可是当朝苏大学士。大学士又如何？天王老子也管不了侯府的家务事。走，去华阴堂。林伯，是。和田软玉1件，唐彩陶马1对，点翠黄金步摇1只。老夫人，这是先前给二爷备下救命的那只百年野山参吗？先前二爷在北境中箭，大奶奶说要给二爷的吗？大嫂，我夫君在边关流血，你却竟私扣他的救命药，你怎么这般冷血？苏佩兰，你这个毒妇！你贪污钱财也就罢了，没想到连我儿的救命药你也敢私吞，让他险些命丧黄泉。母亲，儿媳不知后果这么严重。不知，苏佩兰，就凭这一支人参，便是蓄意谋害朝廷主将，贻误军机。我扭送你去大理寺，绰绰有余。什么？母
亲，儿媳一时鬼迷心窍，我知道错了。母亲，你快替我求求情啊！他谋害你二弟，你确定要替他说话？莫非你是从犯？滚开！我竟不知你蛇蝎心肠，母亲，儿子真不知情，全怪这毒妇。沈承宗，你说什么？够了！苏佩兰，你私藏人参一事，我必查到底。林伯，老夫人，大奶奶私库财物，除去嫁妆，折合白银共计68600两，不足以抵扣府里亏空。不够抵钩？那她的嫁妆呢？那是我的嫁妆，你们不能动。启禀老夫人，大奶奶嫁妆折合下来乃71800两，抵扣府里的亏空后，尚剩3200两。还有的剩，正好当赔偿承泽的救命钱，收入库房看管。母亲竟这般雷霆手段，连一只宠溺的大房都不留情。老二家的，你带着2个孩子总往军营跑，不是长久之计。明日搬回府里，替我协事中贵，家中大小事务先学着上手。母亲，儿媳性子粗疏，怕是担不起这重任。娘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我手？怕什么？你谨言慎行，持家有道。往日是我眼盲，忽略了你的才干，由我给你撑腰。待过几日，将此事通告侯府上下，看谁敢不听你指示。母亲，不可啊！中妃向来有长房长媳之长，怎能交由二房？闭嘴！再多说一个字，明日我就递牌子进宫，请旨让你二弟袭爵。你若不信，大可试试。你们该面壁的面壁，该跪罚的跪罚，下去吧。是，母亲。上一世我眼盲心瞎，扶持你们这对白眼狼，继承侯府，一品告顶。这一世想都别想。李嬷嬷，把掌家令牌、钥匙和账册拿来。这些都是侯府的根基，从今往后全交于你。母亲，这分量太重，儿媳怕是担不起。你担得起。红玲，我选你，不仅因你是程耀的妻子，更因为你心怀坦荡。我年纪大了，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，替我看好这个家。儿媳谢过母亲的信任，定尽心打理侯府中贵，不辜负母亲期望。具体事务你与李嬷嬷和林伯交接，他们会全力帮你。好了，你先退下吧。李嬷嬷、研墨，拿纸笔来。当年侯爷将婉宁下给他看好的举子，可成婚不到1年，侯爷病逝，女婿被外放到偏苦之地，婉宁此后生活过得何其凄苦。李嬷嬷，从我私库里拿1000两银票，派个稳妥的人加急送去潭州，务必亲手交到大小姐手上。老夫人，终于想起那个最温顺，也最被忽略的大小姐了。是，老夫人。老夫人，不好了！什么事这么着急？小的该死，没劝住小少爷，小少爷又偷偷溜去城外赌坊了，差点把这个孽障忘了。无妨，起来吧，去，明日一早把府里壮丁喊上10几个，都带好棍棒，在院中等候。是，老夫人。开门，快开门！磨磨蹭蹭的，小心爷扒了你的皮！哎呦，我的爷，您可不能再这么玩了！老太太昨儿醒了，威风得很，还派人来寻您呢，怕是要出事。怕什么？娘最疼我了，醒了正好，我正缺银子花，去她那儿讨点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红玲，好好学着，以后这侯府管家还要靠你。娘，您可算醒了，儿子看上了一匹汗血宝马，手头紧，您先预支儿子1000两银子呗。全是你欠上百万两赌债，拖垮整个侯府，这一世我绝不再纵容你。1000两，你倒敢说？侯府的银子
就是被你这般败光的。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从前别说1000两，就算1万两，你都不眨眼就给我了。那是以前。关门，动手！娘，您这是做什么啊？娘，今日我便好好教教你，什么是规矩，什么是廉耻。给我打！娘，我不过是欠了点赌债，侯府又不缺钱，你怎么能对亲儿子下狠手？小弟，你整日游手好闲，流连赌服青楼，白光多少侯府的银钱。母亲这样都是为了你好。娘最疼我，定会替我还债。你一个二房儿媳，侥幸得了娘的信任，也敢双教我？是吗？去，把那些贵客都请进来吧。老夫人，这是小少爷亲手画押的欠条，利滚利，一共3270两白银。还有我这的500两，他拿侯府名头做保，如今却躲着不见人。娘，您快让他们走，您替我还了，儿子以后再也不赌了，再也不赌了。沈承泽，你听清楚了，侯府没有1文钱替你还债，从今日起，你的月钱份例全部停掉，再敢踏出侯府去鬼混，我便打断你的腿。各位，你们要债，我理解，人就在这里，你们找他自己要去，但记住，这是承恩侯府，若府里少了一砖一瓦，你们担待不起。小少爷，这钱不能赖。就是啊，小少爷，您不还钱，我们就天天来府上请安。救命！放开我！娘，你救我呀！红玲，你怎么来了？可是府里出事了，天大的事儿！是不是苏佩兰又刁难你了？她好大的胆！你等着，我这就去向大帅告假，回府给你讨回公道。不是，你别着急。夫君，你瞧瞧，这是何物？这是侯府的掌家令牌，怎么会在你手里？是大嫂给你的？不对，这一定是他设下的圈套，想栽赃陷害你。红玲，听话，快把这东西还回去，这是烫手山芋，碰不得。你呀，脑子里一天到晚都是行军打仗，就不能往好处想想？这是娘亲手交给我的，实打实的信任。这几日府里发生了太多翻天覆地的事，没想到母亲竟变了这么多。从前母亲一向偏心大哥，对大嫂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如今居然这般明辨是非，雷厉风行。从前是母亲心软，被蒙蔽了双眼，如今看清了人心，行事果决又有魄力，我打心底里钦佩她。今日母亲还狠狠教训了顽劣的小弟。小弟，他整日赌博玩乐，挥霍无度，母亲都从前纵着宠着。看来母亲是真的变了。这么多年，母亲终于肯正眼瞧我，真心接纳我这个儿媳，往后我必当尽心打理侯府，绝不辜负她的信任。夫君，我想把女儿送回侯府，交由母亲教导。军营条件艰苦又不安稳，跟着母亲，孩子能学得明事理辨是非，前程更好。娘如今心思清明，行事端正，把女儿交给她，我1万个放心。老夫人，老奴已经彻查清楚，这3年来，夫人借着掌家之便，偷偷把府里无数珍宝财物运去苏家，数目惊人，其中甚至还有太后赏赐给您的奇珍织锦。这苏家好大的胆子，太后御赐的东西，他们也敢私吞。只是老夫人，如今苏家在朝堂上根基深厚，势力不小。您已经罚了苏佩兰，如今再追究她贴补娘家的事儿，苏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若是他们登门闹事，咱们该如何应对？前世苏家就是仗着势大，纵容苏佩兰掏空侯府，侯府落难时还落井下石，赶尽杀绝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再任他们欺压，任由他们拿捏。问罪：苏佩兰偷盗侯府财物，贴补娘家，本就理亏。苏家若敢来闹，那便是公然纵容家眷贪墨，藐视皇家赏赐。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向皇上、向太后交代。李嬷嬷，立刻派个稳妥可靠的人进宫禀报太后，就说苏家私吞御赐之物，藐视天威。这一次，我要让苏家彻底明白，我承恩侯府的老太君不是任人揉捏的软柿子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
名门望族，我堂堂苏家嫡女，想嫁你这侯府世子亦是低调，不过是从侯府拿些东西补贴娘家，算得了什么？江静书那个老东西，竟然答应夺我掌家权，折辱于我！你还有脸说？上万两白银，数十车的古玩绸缎，全被你偷偷运去苏家。你公然贪墨侯府财物，把我的脸都丢得一干二净。如今府里上上下下，谁不在背后看我笑话？我丢你脸面？沈承宗，你摸着良心说，你在朝堂上的步步攀升，哪一步离不了我苏家的扶持？若不是我爹在朝中为你奔走周旋，你能有今天的地位？苏佩兰，你有完没完？你今日敢动我一根手指头试试，我立刻让人回苏家传信，看你这官位还要不要了。杨静书，你个老不死的！这掌家权是我费尽心思才攥到手的，我绝对不会这么轻易还给你。这笔仇我记下了。你立刻回苏府，告诉我爹，江静书那个贱人无故夺了我的掌家权，还当众折辱我，让他赶紧带人过来，好好教训那个老贱人，让他知道和我苏家作对的下场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老夫人，不好了！大奶奶的娘家，苏夫人真的带着人上门闹事来了。夫人，侯府重地，您不能硬闯，还需禀告老夫人。放肆！我女儿是侯府当家主母，这地方我想进就进，轮得到你一个下人阻拦？亲家母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女儿好歹也是世子夫人，你竟让她跪在露天庭院，这般折辱，传出去岂不让全京城的人看笑话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亲家母？苏夫人好大的威风，身为客人，不经通传便闯入我侯府内院，见了主家不行礼，反倒上来就指责。莫非苏家书香门第，教出来的就是这般不懂礼数的人？娘，您怎么来了？女儿没事，不过是儿媳犯了错，受婆母责罚是应该的。您别为了女儿和婆母闹不愉快。亲家母，我倒要问问你，我女儿佩兰嫁入侯府10多年来，勤俭持家，操持中服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到底犯了什么弥天大错，要受罚跪之辱？你们侯府就是这么苛待儿媳的？母亲您别说了，都是女儿不好，惹了婆母生气。你有什么错？我苏家是书香清贵门第，世代为官，岂是你们这舞刀弄枪的武夫世家能比的？你这般欺负我女儿，就是打我苏家的脸面。清贵门第，我看是叫你无方。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这就是你苏家教出来的好女儿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亏空？苏夫人饱读诗书，这白纸黑字总看得明白。苏佩兰掌家3年，贪墨侯府数万两白银，偷偷将无数珍宝绸缎运去苏家，桩桩件件账目分明，铁证如山。佩兰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苏佩兰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想狡辩？真当我侯府无人，能任由你们母女俩颠倒黑白不成？金银钱财不过都是身外之物。佩兰年轻，身为侯府当家主母，应酬交际，哪样不要花钱？偌大的侯府，不至于为这点银钱如此斤斤计较吧？娘说的是，儿媳一心为侯府操劳，四处周旋打点，到头来反倒落了一个贪墨的罪名。侯府这般容不下人，分明是把我当成了外人。身外之物，那苏夫人倒是说说，你身上这件织锦华服也是寻常身外之物？这匹奇珍织锦是上月太后娘娘亲赐给我的御赐之物，全京城独一份，我自己都舍不得上身，今日竟穿在了苏夫人身上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，好一份孝心啊！你胡说，这不过是我在坊间绸缎庄买的普通锦缎，怎么可能是太后的御赐之物？江静书，你休要拿这话污蔑我！污蔑？这织锦上的祥云纹是宫内上衣局独有的针法，普天之下绝无仅有。敢问苏夫人在京城哪家铺子买的？不妨说出来，也让老身开开眼界。京城绸缎庄数不胜数，我记不清是哪家了，反正就是花钱买的，绝不是什么御赐之物。记不清？
苏家主母置办衣物，竟会记不清铺子名号？那掌柜姓甚名谁？花了多少银钱？又是何时买的？我即刻派人去查对。若真是此事，我亲自给你赔罪。这苏佩兰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贪污侯府银钱也就罢了，如今竟胆大包天，将太后赐给婆母的御赐之物偷偷拿去给你亲娘做衣裳，你可真是个孝女啊！婆母莫不是老糊涂了？这怎么可能是太后御赐的东西？我不过是从府里库房拿了几件普通布料，给我娘做件衣裳罢了，这算什么大罪？就是，不过是几匹布帛而已。侯府这般斤斤计较，未免太小家子气。终究是武夫世家，难登大雅之堂。几匹布帛，你胆敢再说一遍？贪污太后赏赐已是重罪，不敬太后那便是死罪。若是太后娘娘降罪下来，你们苏家上下全都吃不了兜着。千万别承认，一旦认下，咱们苏家就全完了。婆母不必虚张声势，我敢和你打赌，这锦缎若真是太后赏赐之物，我苏家任凭处置，绝无二话。哦，是吗？如此甚好，这个时辰人应该到了。什么人？老夫人，不好了，宫里来人了，是太后娘娘身边的张姑姑，已经到垂花门了。什么？奴婢参见老太君，老太君万福金安。张姑姑客气了，劳您亲自跑一趟，老婆子实在过意不去。老夫人言重了，太后娘娘特意嘱咐奴婢前来查看御赐打点妥当与否，也顺道探望老夫人。太后娘娘还记挂着老身，实在让人心怀感念。老身在此叩谢太后隆恩。老夫人快请起，太后娘娘常念之您，嘱咐奴婢务必好生照料您的身子，多陪您叙叙旧。太后娘娘这般垂爱，老身感激不尽。只是老身年迈，精力不济，打理这侯府事务实在力不从心。实在亏对太后娘娘的厚爱，这御赐之物纵然珍贵无比，可到了老身手里，竟是看管不住啊！老夫人这是何意？可是府中发生了什么事，惹老夫人烦心？此事若是回宫禀告太后，娘娘必定震怒，绝不会轻饶。这位老夫人是？这位是侯府的亲家母，尚书府的苏老夫人。苏家，苏老夫人这身上的衣裳，好生眼熟。这是大胆！这明明是太后娘娘特赐给老夫人的祥云之锦，你从何得来？这是小女佩兰孝敬我的，简直胆大包天！此锦乃太后娘娘亲赐之物，你们竟敢吞噬转赠，藐视天威，目无尊上，真是活腻歪了！张姑姑饶命！老身不知这是御赐之物啊！不知道，御赐祥云纹乃皇室专属纹样。是苏大人没教过你们尊卑礼数，还是你们苏家本就目无皇权，连这点规矩都不懂？来人，把这件脏东西给我扒下来烧了，免得玷污圣物，辱了太后娘娘的名声。你们苏家真是好大的胆子！外界都传苏尚书德才兼备。苏家是书香清贵门第，今日一见，不过是些贪慕虚荣、目无王法的粗鄙货色。依我看，这尚书之位，不如回禀太后娘娘，换个守规矩的人来做更妥当。张姑姑，万使不得啊！是我糊涂，是我一人的错，与苏家无关啊，与我家老爷无关啊！求姑姑高抬贵手。滚开！老太君，这等不知规矩、藐视天威的泼妇，您觉得该如何处置？张姑姑是太后身边的人，有您替侯府做主。老身自然没有任何意见，全听姑姑安排。既如此，立刻给老太宗磕头赔罪，再滚回苏家，让苏尚书备好厚礼，不日带你母女二人亲自来侯府赔罪。什么？张姑姑，我苏家好歹是名门望族，我更是堂堂尚书夫人，怎能向此磕头？名门望族，偷拿太后御赐之物的名门望族，倒是头一回见。既然苏老夫人不肯低头，那也不必多言，直接让苏大人去朝堂领罪吧。我这就磕。张姑姑，都是我糊涂，此事万万不关苏家的事儿，求你开恩，放过苏家吧。看清楚，是给老太君磕头谢罪，不是给我。老太君，是我错了，以后我定当好好讲晚辈，再也不敢犯此大错。
老太君可还消气？对这个处置满意吗？张姑姑秉公处置，哪有不满意的道理？滚回苏家去吧，别忘了叮嘱苏尚书尽早来请罪。怎么不跟你那好母亲一起回苏家？难不成还想留在侯府，继续搬空家底贴补娘家？母亲，是儿媳一时糊涂，受了娘家人的撺掇，才犯下这些错事，求婆主开恩。方才你母亲说是你擅自偷出织锦孝敬她，这会儿你又言是受娘家人撺动，你们母女俩还真是同心同德，谎话连篇啊！母亲，求您看在程宗和沈家名声的份上，饶了儿媳这一回吧，儿媳再也不敢了。看在程宗的份上，苏佩兰，你搬空侯府库房，大把银钱往苏家送的时候，可曾想过程宗？可曾想过侯府的基业？儿媳真的知错了，掌家权儿媳不敢再要，皇后绝不敢再染指半分。掌家权早就不在你手里了，既然知错，便在这院中跪着反省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敢服，一同受罚。张姑姑，让您见笑了。太后娘娘前些日子念叨的南阳御剑，我那儿正好还有几项成色上等的，劳烦姑姑一步帮忙长长眼。老夫人客气了，请。江静书，你给我等着！今日之辱，我苏佩兰记下了。这侯府的大权，我迟早会夺回来。你今日加居在我身上的，我必定千倍百倍奉还。老不死的，竟然让我在下人面前跪足3个时辰！这双腿若是废了，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还有萧红玲，必定是他在背后搬弄是非、挑拨离间，这笔账我一起算。银珠，你这吃里扒外的贱蹄子！若不是你办事不力，坏了我的大事，我怎会落得这般下场？今日我非扒了你的皮不可，还不快滚过来扶我！贱婢，连你也敢不把我的话当回事？给我起来！死人了！快来人！死人了！母亲，贱婢，他怎么会死在这里？老夫人，查实了，大奶奶身边的丫鬟银珠一直暗中给苏家传递消息，是藏在府里的眼线，这是她的口供，何时传信，传给何人，全都写得一清二楚，抵赖不掉。好一个家贼难防！我沈家待下人宽厚仁慈，他却偏要做苏家的走狗，吃里扒外，背叛主家。老太君，银珠现在压在外头，如何处置？侯府容不得这等胳膊肘往外拐的东西，按照家规从重处置。老奴明白，这就去办。一个小小的丫鬟，竟敢吃里扒外，泄露侯府家事。侯府的家规，判主者死，你可有异议？你怎么会知道？没有便好。你给我记住，往后若再敢动歪心思，耍阴狠手段，下一次躺在这里的可就不是你的丫鬟，而是你自己。大奶奶今日受了惊，心绪不宁，今晚就别出房门了，让她在佛前静心反省，驱除身上的晦气。江静书，毁我名声，夺我权力，折我尊严，害我至此，我苏佩兰发誓，绝不会放过你，更不会放过沈家。老夫人，咱们今日处置了银珠，又狠狠落了苏家的颜面，苏家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苏家家大业大，势力盘根错节，背后还有贵妃撑腰，确实是块难啃的硬骨头。但想要护住沈家安稳，光清除内奸远远不够，必须主动出击，斩断他们的魔爪，永绝后患。老夫人心中可有盘算？现在当务之急，一是帮程耀夺回世子之位，二是助红林站稳脚跟，彻底掌控侯府中辈，断了苏家从侯府吸血的门数。老夫人说的极是，这2件事是重中之重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我那2个女儿婉宁和令仪也该动起来了。此前送去给婉宁的信中，谎称有要事相商，催她全家速速回京。眼下还需打通宫中的关系，借力不拒。去，将这封信送给大小姐。老奴明白。另外，给我准备一套入宫的行头。明日一早，我要入宫一趟，去见令仪。入宫？朝中势力盘根错节，苏家背靠贵妃，这步棋我非走不可。
令仪身处深宫，我得给他提个醒，站稳脚跟，也为沈家谋一条安稳后路。老太君思虑周全，是奴婢愚钝，奴婢这就去准备，保证万无一失。沈承宗、沈娇宁、沈承泽，前世你们背叛沈家，害我那些忠孝的儿女凄惨度日，这一世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至于我的忠孝儿女们，母亲定会护你们周全，给你们一个锦绣前程，一世安稳。大清早的，何处如此喧哗？回老夫人，听声响像是后院厨房廊下那边传来的。走，去看看。是。刘妈妈，你给我说清楚，这药包里过量的冰片是谁放进去的？慧儿才5岁，你们竟敢在她的吃食药材里动手脚，这是想要她的命啊！二奶奶，瞧您这话说的多难听！冰片本就清热去火，不过是怕小小姐夏日里心火旺，才加了一些。这可是大奶奶管家时定下的规矩，怎么到了您这儿，反倒成了要命的毒物了？你胡说！这冰片的分量足足超过正常用量数倍，根本不是寻常调理，分明是蓄意加害。二奶奶就是年轻气盛，小题大做。大奶奶管家的时候，府里上下和睦，哪有这么多口舌？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大奶奶那是菩萨心肠，宽和大度，府里上下人人心服。您啊，还是学着点容人的度量吧，别整天疑神疑鬼的，闹得府里鸡犬不宁。好一个苏佩兰，好一个众人称道的善人主母，背地里竟如此歹毒。老太君，您怎么有空到后院来了？前世慧儿从小体弱多病，不到10岁便夭折了，原来根子竟在这里。母亲，您听儿媳解释，慧儿她差点……母亲，老太君英明，二奶奶到底年轻，没见过世面，为这一点子药材就闹得鸡飞狗跳的，老奴正劝着呢。老太君，您这是为何？老奴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沈家的主子，轮不到你一个奴才来指点对错，更容不得你放肆欺辱。至于你口中的那位善人主母，她就是这般教你谋害侯府子嗣、残害幼主的吗？老太君，老奴就是信口胡诌，当不得真。老奴在这侯府兢兢业业伺候了半辈子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您怎么能为了这点药材的小事儿就动手打老奴？主子教训下人，还要跟你讲道理不成？你刚才一口一个大奶奶，是想拿她来压我，还是觉得这侯府早就改姓苏了？老奴不敢，老奴绝无此等心思，求老太君开恩。今日借着此事，正是助红菱真正长家的最好时机，又能断了苏佩兰的爪牙。红菱，把我给你的掌家令牌拿出来。你且抬头看看，是不是老眼昏花，连侯府的掌家令牌都不认得了？这是侯府的掌家令牌，认得便好。所有人都给我听清楚了，从今日起，侯府的掌家之权正式交由二奶奶执掌，往后侯府上下里外开支、人事任免、奖惩处罚，全凭二奶奶一人做主。如有违抗命令、阳奉阴违、忤逆不敬者，一律加法伺候。红菱，记住，你是侯府名正言顺的二奶奶，如今更是侯府的当家主母，不必畏手畏脚，拿出你的魄力和手段来，守住侯府，保住儿女，别让旁人看扁了，更别被奸人得逞。儿媳明白，请母亲放心，儿媳定会整顿府内，肃清奸佞，为慧儿讨回公道，守住侯府安宁。来人，按照侯府家规，残害侯府子嗣，忤逆不敬，以下犯上，当如何处置？回二奶奶，不，回主母。按侯府家规，当先重责40大板，再打断4肢，逐出侯府。既然清楚家规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立刻执行！哎呦，你们放开我！救命啊！住手！全都给我住手！你们这群奴才，我的人你们也敢动？大奶奶，您可算来了，快救救奴才，他们要打死奴才呀！大奶奶见谅，奴才们按侯府家规办事，处罚忤逆刁奴，还请大奶奶退后几步，免得棍棒无眼，伤了您的贵体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可是这侯府的大嫂，母亲已经将掌家大权交于我，你若执意阻拦，便是公然不服主母的命令，按家规同样要罚20大板。
若大嫂实在于心不忍，不如同刘妈妈一起受罚。老太君，您走后，二奶奶便在那廊下当着全府下人的面，按家规赏了刘妈妈40大板。不仅如此，二奶奶还派人彻查了刘妈妈这些年的账目，把她私吞宫中财物、克扣下人月钱、勾结外党的暗杂事儿查得一清二楚，并且当众放话，往后再有敢偷懒耍滑、忤逆主子、背主求荣的，下场只会比刘妈妈更惨。杀鸡儆猴，以正家风。他从前软弱心软，今日总算是磨出主母的魄力和手段。以后侯府的掌家大权才算真正落在他手里。慧儿如何了？老太君放心，府中的大夫已经给慧儿小姐诊过脉了，开了调理的方子。孩子受了点惊吓，身体并无大碍。不必耽搁，直接入宫。是。好一个江静书，好一个萧红林，三番两次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。去，给宫里递个信，既然老太君要入宫，那就让我表姐好好招待她。母亲，您怎么来了？女儿日日都盼着你，夜夜都想念你。母亲放心不下你，特意进宫来看你。我的姨儿住在这样的地方，实在是太委屈了。女儿不委屈，后宫日子本就清淡，只要皇上心里记挂女儿，女儿住哪里都觉得安稳。傻孩子，还是和前世一样天真。帝王之爱最是良补，前世若不是轻信帝王恩宠，你又怎会被苏家贵妃陷害，惨死冷宫，尸骨无存？这一世，母亲定要让你看清后宫残酷真相，护你平安，助你站稳脚跟。姨儿，母亲今日进宫，不只是来看你，还有要事问你。你觉得活下去，甚至活得体面安稳的道理，到底是什么？母亲，你是想说，有了皇上的宠爱，就能无恙？母亲，您怎么知道我想说什么？傻孩子，你真以为靠着那点虚无缥缈的恩宠，就能在这后宫高枕无忧吗？母亲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可知晓，这几日侯府已经出了天大的事，更是牵扯上了苏家，稍有不慎，便是满门倾覆的大祸。母亲，女儿愚笨，听不懂这其中的厉害，还请您明白示下，女儿好心里有数。你大嫂苏佩兰私吞侯府宫中银钱，掏空家底贴补娘家，数额巨大，罪证确凿，被我当场抓获。如今我已经彻底收回她的掌家大权，将她禁足院内，再无插手侯府事务的权利。什么？大嫂她竟然做这种事？我一直以为她待人和善，最是贤良。贤良？她贤良到将侯府的银子大把大把的搬回苏家。姨儿，你记住，这世上除了你自己，没有任何人会是真心实意对你。父母手足尚且可能心怀鬼胎，更何况是这吃人不吐骨头的后宫。你以为苏佩兰在府中受了气，就会善罢甘休吗？以她的性子，此刻她求救的信恐怕已经送到了她表姐淑妃的手上。你在这深宫之中无依无靠，必当首当其冲。母亲，女儿在宫中时常受到淑妃的排挤和刁难，原来竟是因为大嫂的缘故。你现在才明白，也算不晚。母亲，女儿知错了。女儿这些年只想着风花雪月，不懂人间险恶。母亲，我该怎么做
我想帮你，想护住侯府。好孩子，你能有这份心思，母亲很欣慰。后宫从来不是避风港，是不见硝烟的战场。想要活下去，想要活得安稳体面，不能只靠别人庇护，要有自己的心计和手段。女儿明白了，请母亲教我。简直放肆！一群卑贱之辈，竟敢气到苏家头上来！娘娘息怒，小心动了胎气。息怒？本宫如何息怒？一个没落的承恩侯府，竟敢如此折辱本宫的表妹，江静熙那个老贫婆，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哼，我看何止他敢褫夺佩兰在沈家的掌家权，还敢逼着佩兰给他下跪，不把岳维你放在眼里。叔父放心，佩兰受的委屈，本宫会加倍讨回来。娘娘此言可是已经想好计策？再过2日便是太后寿宴，届时我便当众宣布有孕的喜讯，皇上和太后定会龙心大喜。我命人在沈令仪献舞的舞台上动了手脚，待他从高台坠落，我便寻个由头说他惊扰圣驾，冲撞了本宫腹中的皇嗣。届时我定要让沈令仪死无葬身之地，把整个沈家都拖下水。娘娘这招实在是高啊！这下那沈家定然在劫难逃。区区落魄侯府也敢和本宫斗？既然那老太婆不会教女儿，那我就替她好好收拾沈令仪那个小贱人。哎呦，我当是谁没眼力劲儿挡了去路，原来是沈贵人。翠儿，不得无礼。沈妹妹出身武将世家，平日里在侯府里也惯了，不懂宫里的规矩礼秀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淑妃娘娘此言差矣。我们承恩侯府虽是武将起家，但家风清正，深谙大义。若无武将镇守边疆，浴血奋战，何来这京城的太平盛世，歌舞升名？沈家儿郎为国尽忠，守家国天下，行大仁大义，这等忠烈门风，自然和那些只会钻营算计、居于小节而无大义的门户不同。前世淑妃便是在这寿宴门口用这番话激怒了令仪。令仪年轻气盛，为了维护家族颜面，当众顶撞，结果心神大乱，在御前失仪跌倒，毁容获罪，从此断送生路。这一次我绝不会让悲剧重演。放肆！江静书，你这是在讽刺我们苏家是小门小户，门风不正吗？老身只是论事，并未指名道姓，娘娘何必对号入座了呢？莫非娘娘心里也这么觉得？你这个老刁婆！娘娘息怒，这老太婆口舌厉害，别跟她逞一时之快，别忘了咱们的大计，好戏还在后头。等沈灵溪那个贱人登台出丑，他们就笑不出来。也是，本宫身份尊贵，不与将死之人计较。别怕，记住娘教你的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要沉住气。是，母亲，女儿记住了。太后娘娘，今日是您的寿辰，臣妾原本该敬您一杯酒，只是……这是什么？爱妃今日怎么吞吞吐吐的？只是臣妾身子不便，太医叮嘱不可饮酒，臣妾有喜了。什么？爱妃有喜了？天大的喜事，真是双喜临门啊！臣妾以茶代酒，祝太后娘娘福寿安康。好，重重有赏，淑妃宫里的份例全按最高标准来。爱妃，怎么了？
快传太医！皇上，臣妾没事，只是心中郁结，动了胎气。你怀着龙嗣，谁敢让你受委屈，心里郁结？皇上，太后，还请为淑妃娘娘做主，娘娘这是心病啊！苏爱卿，有话直说。皇上和太后有所不知，淑妃表妹苏佩兰在侯府勤恳持家，却被姜老太君无端夺权，当众羞辱。娘娘心疼妹妹，日夜忧思，才伤了龙胎啊！皇上，臣妾的妹妹命苦，沈家这般行事，实在欺人太甚。岂有此理！承恩侯府好大的胆子！皇上，臣妾并非有意要怪罪侯府，只是一想到佩兰在府里受了那样的羞辱，臣妾这心里实在憋屈。皇上，沈家欺凌皇亲国戚，如今淑妃娘娘怀有龙裔，若因此郁结于心，沈家便是万死也难辞其咎。江静书，你治家不严，依照我大周律法，即刻辍夺你一品诰命夫人封号。皇上息怒，此事尚有诸多疑点，万万不可听信一面之词便草率顶罪，有失偏颇，更会寒了老臣之心，难以服众。太后娘娘，此事早已传遍京城，恳请皇上为苏家做主，为淑妃娘娘做主。好一个承恩侯府！礼部尚书何在？江静书，治家不严，司法儿媳，荒唐至极！礼部尚书即刻拟旨，剥夺一品诰命夫人封号。皇帝，此事母后不必多言，朕意已决。皇上，母亲素来贤德，掌管多年，从未有事搬戳，惩罚大嫂定是有隐情，求皇上明察。妹妹这话是何意？难道是本宫在污蔑侯府？佩兰受的委屈，难道都是她编造的？沈贵人，你母亲私德有亏，你若执迷不悟，助纣为灭，别怪朕不念及往日情分，连你一同处置。竟如此绝情，母亲说的对，什么青梅竹马，在她眼里，我与旁人毫无分别。令仪，等我将来登基，定护你一生周全，绝不让你受半分委屈。皇上息怒，苏家一口咬定老身苛待儿媳，却拿不出半分实证，这般急于治罪，莫不是苏大人与淑妃娘娘合谋，蓄意污蔑侯府？你血口喷人！这都是我妹妹亲口哭诉，岂会有假？她膝盖之间还有被罚长跪的伤痕，皇上可派太医去查验。好，若老身真无故私罚儿媳，莫说褫夺诰命，就算皇下令抄没承恩侯府，老身也绝无怨言。但若老身能证明苏大学士与淑妃娘娘所言全是诬陷，皇上，您可会秉公办理，为侯府做主？江老夫人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淑妃娘娘口中那个受尽委屈的苏佩兰，掌管侯府中弼3年，表面贤淑，背地里贪污侯府巨额银两，全数补贴给了苏家。皇上明察，佩兰自幼贤良，绝不可能会做出贪没夫家财产的卑劣之事。苏大人倒是会说嘴，他若真的清白无私，被惩戒后为何不反思过错，反倒心生怨恨，跑到宫里恶人先告状？你一派胡言！江静书，你少血口喷人！你说贪没银两，证据何在？仅凭你一面之词，岂能定罪？江老夫人口说无凭，拿不出铁证，便是欺君罔上，污蔑朝廷命官和后宫，罪责难逃。老身敢在皇上面前直言，自然有备而来。老身早料到苏家会借机倒打一耙，今日特意带来了实证。这是苏佩兰命人暗中送往宫中，向淑妃娘娘告状求助的亲笔信，字字都是她亲手所写。什么？请皇上过目。
你可知背叛侯府是死罪？更不用说你此番行径是意图谋害宫中贵人。一旦东窗事发，不仅你要千刀万剐，就连你远在乡下重病的爹娘也难逃牵连。求老太君开恩，奴婢知错了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我知道你是为了筹钱给你爹娘治病，只要你乖乖听我的话，我不仅免了你的死罪，还会给你一笔丰厚的银子，让你返乡安心回去照顾父母。谢谢老太君，奴婢愿为老太君做牛做马。苏佩兰，你果然自寻死路。是。放肆！苏菲，你自己睁大眼睛看看，这就是你口中那个受尽委屈、安分守己的好妹妹，信里字字句句皆是恶毒之语，竟还妄图利用你在宫中兴风作浪，教训侯府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臣妾。皇上明察，这信件伪造与否，只需对比苏佩兰的笔记，一查便知。皇上若是不信老身方才所言，大可即刻派人去侯府取来苏佩兰的手书，当场核验。好你个苏佩兰，竟敢欺君罔上！皇上，老太君说的没错。前几日，哀家特意派张公公亲自前去侯府探望老太君，却无意间发现那苏家老夫人身上所穿的衣料，竟是哀家去年亲自给承安侯府仅供侯府主母使用的御用云锦。苏大人，淑妃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今日必须给哀家和皇上一个交代。叔父，这锦衣的事您怎么没告诉我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佩兰那丫头只说送了些好料子回来，谁知竟是太后赏赐的贡品。该死的苏佩兰，居然连太后御赐之物都敢往娘家搬，这么重要的事情竟敢瞒着我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。张姑姑，太后所言你可亲眼得见？回皇上的话，老太君说的句句属实。奴婢进门便见到那前来侯府做客的苏家老夫人，身上穿着的正是太后娘娘去年赏赐给老太君的御用云锦。奴婢伺候太后多年，那云锦的纹样和光泽绝不会认错。皇上，太后娘娘赏赐的锦衣乃是无价的贡品面料。苏佩兰掌家这3年，不仅掏空了我侯府的库房，甚至连这等御赐贡品都敢偷运回娘家，这便是她贪污的铁证之一。淑妃，事到如今，你可还有话说？太后娘娘明鉴，臣妾冤枉了。臣妾长居深宫，哪里知道妹妹在府外的这些糊涂事？臣妾方才替她说话，也只是心疼自家表妹罢了，绝无包庇之意啊。皇上，太后娘娘息怒啊！淑妃娘娘现在怀有龙裔，本就情绪多变，心疼妹妹也是人之常情。皇上若是再严加责罚，老臣只怕会伤及龙胎呀。罢了，今日是哀家的生辰寿宴，大殿之上哭哭啼啼的，成何体统？不宜再起纷扰。闹剧就到此为止吧。今日是太后娘娘的生辰，别因为这些家长连短的琐事扰了太后娘娘的兴致。苏伯言、淑妃，都各回座位吧。皇上，可是苏家他们分明……老身多谢皇上，太后娘娘为侯府做主。记住我教你的，凡事要稳。今日能撕开苏家的伪善面具，已是出战告捷，不可急于求成，免得逼急了他们反咬一口。母亲，女儿明白了。接下来由沈贵人为太后娘娘献舞贺寿。臣妾恭祝太后娘娘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一个灵动俏丽的丫头，这舞跳得极妙，哀家甚是喜欢。皇上，令仪这丫头乖巧懂事，今日又献了这么好的舞，让哀家心里痛快，你可得替哀家好好赏她。
母后既然发话了，朕自然要重赏。传朕旨意，赏沈令仪黄金100两，东珠1多，玉如意1对。臣妾谢皇上隆恩，谢太后娘娘恩典。怎么回事？刚刚不是叫你派人去切断机关了吗？娘娘，老臣确实已经派人去了，这不应该呀。苏大人急得满头大汗，东张西望的，可是在找他。在太后娘娘的眼皮子底下也敢动手脚，真是胆大包天！皇上，太后娘娘，老奴在后台发现这宫女鬼鬼祟祟，竟企图割断支撑彩绸机关的绳索。若非老奴及时阻拦，那沉重的机关砸下来，沈贵人怕是要命丧当场啊！母亲，女儿好害怕，没想到竟有人想在太后寿宴上害我。令仪别怕，有母亲在，有皇上和太后在，定会为你做主。放肆！简直是胆大包天！是谁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在太后的寿宴上谋害贵人？母亲所言，女儿字字句句都牢记在心。既然淑妃看咱们承恩侯府不对付，那太后寿宴上，女儿献舞风头正盛，她怕是会趁机发难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母亲，咱们还是派人去后台盯紧些机关为好。令仪虽然年幼，从前又总是满脑子情爱，但这般聪慧一点就通，假以时日，定能在后宫站稳脚跟。不可能，本宫安排的天衣无缝，怎会被那老太婆的人截了行踪？到底是哪里出了破漏，毁了本宫的好事？皇上，臣妾自入宫以来，素来安分守己，待人谦和，从未与人为恶。为何有人要在太后寿宴这般喜庆之日，对臣妾下此毒手，置臣妾于死地？今日若不是李嬷嬷及时阻拦，臣妾恐怕再也见不到皇上，再也不能侍奉皇上与太后了。还请皇上为臣妾做主啊！皇上，太后娘娘，今日乃是太后娘娘的千秋圣寿，是举国同庆、福泽绵长的好日子。在此等吉庆之时，竟有人暗藏祸心，意图伤人，摆明了就是不把太后娘娘放在眼里，不把皇室威严放在心上啊！反了，真是反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在哀家的寿宴上作祟，给哀家查，彻查到底，绝不姑息！说，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？如实招来，或许还能留你一条全尸。皇上问你话呢，还不快说！到底是谁指派你谋害沈贵人？你既已被抓，想必也清楚自己已是插翅难飞。痛快招供，不仅能留条小命，还能保住你在宫外的家人。若是死咬着不松口，不仅你自身难保，你的家人也会因你株连。招供是活，沉默是死，你自己选。老夫人不好，她在服毒！老夫人，人没气儿了。这宫女竟将剧毒藏在舌底，见事情败露，便服毒自尽了。下手可真够快的，死无对证，这宫里的手段，老身今日算是见识。死人才最保险。江静书，你想拉本宫下水？做梦！皇上，老奴认得这宫女，她是淑妃娘娘长乐宫里负责洒扫的。若非有人指使，一个小小宫女怎敢在太后寿宴上谋害贵人？依老奴看，淑妃娘娘嫌疑最大。皇上，臣妾冤枉！臣妾如今怀着龙裔，一心只为皇上祈福，怎会做出这等残忍之事？定是有人想陷害臣妾，想让臣妾一尸两命啊！皇上，今晚是哀家的寿宴，哀家的寿宴上闹出人命，甚至有人想当众行刺贵人，若不严肃处理，是想让天下人笑话皇室无能吗？母后息怒，给朕彻查到底！查，封锁长乐宫，所有接触过此宫女的人全部收押审问。皇上，淑妃管教不严，虽有孕在身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即日起扣服俸禄3月，禁足长乐宫思过。在事情调查清楚前，不得踏出宫门半步。臣妾领旨谢恩。江静书，你这个老贱人，本宫绝不会放过你。还有那个沈令义，你们都给本宫等着！太后娘娘，您怎么了？无碍，哀家只是觉得胸口有些发闷。血！皇上，太后娘娘吐血了！
母后，来人，快传太医，传太医！皇上不必惊慌，哀家这是旧疾复发，老毛病了，不打紧的。太后娘娘，您这1个月以来已经咳血3、4次了，再这样拖下去，太后娘娘的凤体怎么受得住啊？旧疾复发，前世太后突然暴毙，对外环称的也是旧疾复发。可后来太医院在处理太后遗体时，分明查出了红花、百合香等相克的物质，这是有人在暗中给太后下毒。皇上、太后娘娘，老身幼时曾随家父研习药理，略懂几分养生调息之道。太后凤体归少，老身斗胆请命，愿为太后娘娘切脉调息一二。过来吧，老身遵旨。这是红花，这香味是百合香、佛手柑，果然如此。皇上，太后娘娘根本不是旧疾复发，而是中了奇毒。什么？老太君，此话怎讲？皇上请看，这茶杯中泡的乃是活血的红花，这香炉中燃的是凝神的百合香，而这盘中所盛是理气的佛手柑。这些皆是养生珍品，有何不妥？回太后娘娘，这3样东西单独分开来看，确是千金难求的养生珍品。可若是合在一起，长期使用，便会相生相克，化作穿肠烂肚的慢性毒药。什么毒药？竟有人敢在太后宫中下毒！荒唐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！朕的眼皮子底下竟有人胆敢谋害太后！皇上，这红花、百合香还有这佛手柑，若老都没记错，这些可都是上个月淑妃娘娘派人送来的，说是给太后娘娘调理身子，尽一片孝心。皇上，臣妾冤枉啊！臣妾真的不知道这些东西合在一起会有这种毒性，臣妾只是一心想让太后娘娘身体康健啊。姐姐，当年你刚入宫受宠，靠的不就是熟读医药典籍，能为皇上调香安神吗？怎么如今贵为贵妃，反而连这些基本的相生相克都不清楚了？淑妃，朕看在你有孕在身的份上，今日已经对你百般迁就，想不到你居然怀着如此狼子野心，胆敢独谋太后！皇上饶命！臣妾虽懂些调香，却真不知这几样东西搭配能要人命。是送药的人说这几样搭配能安神养身，臣妾才敢献给太后的。是自己选，你这个将军权为了陷害臣妾。他一个侯府深宅里的老妇人，哪里精通什么药理？这分明是他从哪寻来的歪门邪道，故意设局，想置臣妾于死地。淑妃娘娘，你说是老身设局陷害？皇上，既然淑妃娘娘觉得老身不懂药理，那老身便当场演示，这红花、佛手柑与百合香合在一起，究竟会产生何种夺命之毒？皇上、太后，这杯中之物便是淑妃娘娘送来的孝心。皇上若是不信，大可召太医进殿一验便知。这不可能！宣太医，朕倒要看看这太医院里还有多少朕不知道的猫腻。启禀皇上、太后，这几位便是负责往太后宫中送药的太医。说，这红花与佛手膏的药系冲撞，你们身为太医，当真不知，还是有人指使你们合谋弑君？不说，好，来人，将这几人通通拖出去，满门抄斩！皇上饶命，是淑妃娘娘。3个月前，淑妃娘娘派心腹找到臣等，强令臣等将这批药送往慈明宫。娘娘还威胁臣等，若敢透露半句药性冲突，便要让臣等的家人死无葬身之地呀！你胡说！你这贱奴竟敢诬陷本宫！淑妃娘娘，如今人证俱在，你操控太医院，谋害太后，构陷我承恩侯府，桩桩件件证据确凿，你还想狡辩到什么时候？淑妃，哀家往日里待你不薄，甚至把你当亲生女儿疼爱，你竟如此歹毒，想要哀家的命！来人，将淑妃禁足，彻查此事。淑妃，
你当真以为哀家瞎了聋了，不知道你私底下在后宫干的那些龌龊事儿？哀家往日里看在皇上的份上，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盼你安分守己。可你这毒妇胆大包天，居然算计到了哀家的头上！太后娘娘，求你饶了皇上息怒，此事定有蹊跷。除非娘娘如今肚子里还怀着龙胎呀，若是此刻重罚定罪，怕娘娘手痛心下，龙胎恐难保全。求皇上先暂缓定罪，待微臣协同大理寺查清真相，再做处置。这也算给皇家留后，为皇上祈福。我肚子里还有皇上的骨肉，只要我饲养出不是故意的，他们现在没有我直接下毒的证据，就定不了我的死罪。皇上，臣妾真的不是猫性相控啊，臣妾只是一直想让太后后体刚健，才四处搜罗偏方。臣妾就算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拿肚子里的皇嗣冒险去毒害太后啊！哼，好一个不知药系相冲，好一个为了皇家留后。别以为你不说，朕就查不出来。朕今日不会立刻办了你和苏家，但等真相彻底明朗的那一天，你还有你们苏家的下场，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皇上，传朕旨意，即日起废除淑妃妃位，立刻打入冷宫。没有朕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真相什么时候查出来，你什么时候再从冷宫里出去。皇上，不要啊！皇上，臣妾肚子里还有您的亲骨肉啊！皇上，尚书苏伯言，教女无方。即日起罢免尚书一职，苏家降爵一等。往后朝堂位次、家人所有礼遇，统统削减一半。微臣领旨谢恩。你给朕听好了，如若日后查出太后中毒一事确是你们苏家在背后主使，朕定要将你苏家抄九族。来人，把这毒妇给朕拖下去。救我！微臣告退。江静书，你这个老贱妇，今日你折我苏家根基，此仇不共戴天，我苏家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今日若不是老太君慧眼如炬，暗中筹谋，哀家这把老骨头恐怕真的要死在那蛇蝎妇人手下了。太后吉人自有天相，老身不过是略尽绵薄之力，这都是老民分内之事。老太君放心，苏家虽已受惩罚，但哀家定会让人彻查苏家，绝不会让他们报复你与侯府，更不会让他们再伤令轩分毫。此前是朕听信谗言，错怪了侯府。今日之事，老太君力挽狂澜，护驾有功，理应受重赏。老身谢皇上恩典，谢太后恩典。令仪，好孩子，你过来。皇上，你看，今日哀家寿宴，沈贵人为了讨哀家欢心，可是尽心尽力。承恩侯府家风凉凉，教出的女儿更是聪慧体贴，识大体明大义。哀家瞧着，后宫之中正是需要这样的人才。母后说的极是，沈贵人温婉淑德，侍奉母后有功。传朕旨意，即日起晋封沈贵人为妃，赐居锦华宫。另当承恩侯府黄金千两，锦缎白皮。叩谢皇上隆恩，叩谢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令仪，今日殿上这一出大戏，母亲是特意让你看的。母亲告诉你，在这吃人的后宫里，若是心存侥幸与退让，便只有死路一条。你既然进来了，要争，就一定要争赢。女儿明白了。今日你升了妃位，风头正盛，但也成了别人的眼中钉。苏家元气大伤，但还未死绝。他们一旦缓过气来，第一个要撕碎的就是你和我。母亲放心，女儿以前糊涂，总以为与人为善便能保全自身，险些酿成大错。从今往后，女儿定会步步营谋，绝不心慈手软。女儿会保护好自己，更会在后宫站稳脚跟，为侯府争得最大的利益，绝不辜负母亲的筹谋。好，这才是我的好女儿。其实，母亲这次进宫，除了保你，还有另外一件事要做。母亲还有何打算？我打算罢黜你大哥沈承宗的世子之位，将这世子之位传给你二哥沈承耀。罢黜大哥，罢黜大哥，母亲，这可是动摇侯府根基的大事，甚至可能要惊动皇上让。令仪聪明，罢黜世子需要礼部走章程，我需要你在宫里配合我，探探前朝的口风。母亲放心，我和礼部尚书家的千金交好，我寻个机会他走动走动，定能帮母亲在礼部尚书那里说上几句话，促成此事。好，好，我的令仪终于长大了，
懂得审时度势了。这名册是我托太后身边的张姑姑提前抄录的，马上就要选秀了。这上面圈出的几个人，要么家世显赫，要么心思深沉，皆是日后能左右后宫格局的人。母亲用心良苦，令一定不负所托。我会提前拉拢他们，在这后宫里彻底站稳脚跟。万事小心，时辰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府了。母亲留步。母亲，今日之事，女儿心中尚有一丝不安。我的位分说到底也是太后娘娘给的。太后娘娘忌惮皇上多食，如今为了提拔我，借机让苏家淑妃下马，此行怕是在逼我站队。您觉得女儿该站在哪边？这帝王家的斗争最是波诡云贵，不是咱们能轻易把握的。母亲费尽心思，只希望你能在这吃人的深宫里安安稳稳的活下去，不愿你深陷泥潭。母亲，您辛辛苦苦养育了我们多年，为了侯府操碎了心。如今令姨已经长大，也想为您尽一份力，成为侯府的倚仗。娘，娘，婉宁，许久不见，你怎么瘦成这般模样了？前世我偏心娇宁，对婉宁百般严苛冷落，由着她在夫家受苦。重活一世，娘绝不让你再受半点委屈。娘，从前娘对我最是严苛，连我多回府一次都要被训斥。今日怎么对我这般温柔？大姐，你是不知道，母亲自从大病初愈，变了可多了。如今母亲不仅明察秋毫，更是最心疼我们这些晚辈了。你快别站在风口了，小心受凉。小婿周文清给岳母请安。周文清德才兼备，是个清流之才。前世老侯爷过世后，他没了靠山，被苏佩兰和沈承忠暗中使绊子贬去外乡，下场凄惨。这一世，我定要好好扶持婉宁一家。文清啊，一路舟车劳顿，辛苦你了。岳母言重了，陪婉宁回门是小婿应尽之责。好孩子，过去是娘眼拙，疏忽了你们。从今往后，你们就留在京城，别再回那偏远的任上了，别离开母亲了，好吗？娘，这怎么使得？文清的官职有我在，谁敢动文清的前程？文清的才干我看在眼里，留在京城，我承恩侯府自会听力为他铺路。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我江静书的大女婿绝非池中之物。小婿，谢过岳母栽培之恩。娘，这些都是您亲自下厨做的，这怎么使得您身子才好些？有什么使不得的？娘想通了，以前是娘糊涂，冷落了你，如今娘只想好好补偿你们，做几道你们爱吃的菜算什么？娘，您怎么变化如此之大？女儿都快不敢认您了。大姐，你是有所不知，母亲大病一场后，就像是换了个人似的，不仅把这侯府的掌家权交给了我，前几日啊，连她平日里最疼爱的小弟都狠狠惩罚了一通呢。什么？承泽被罚了？这可不是吗？如今的母亲心明眼亮，行事果断，简直就像是重生了一般，再没人能蒙骗得了她。快别说那些了，来，婉宁、红林，都尝尝这馄饨，刚出锅的，趁热吃。娘，您还记得小时候我不懂事，犯了错被父亲责罚，饿着肚子关在柴房里，您就会偷偷做了一碗馄饨端来喂我。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吃过娘做的馄饨了。好孩子，是娘不好，以后你想吃，娘天天给你做。老太君，二小姐的车马到府门了。他倒还知道回来。娇宁回来了，娘，要不要去迎迎？迎他？他好大的排场，让他自己滚进来。都躲开，没长眼睛的东西，弄脏了本小姐的裙子，你们赔得起吗？二妹回来了，这一路舟车劳顿。娇宁，快过来坐下歇歇。女儿在国公府的日子简直没法过了，你可要为女儿做主啊！娘，你是不知道，我在婆家备受欺负，婆母处处瞧不起我，变着法儿的给我立规矩啊！女儿的心都要碎了呀！上辈子就是听信了你这些鬼话，一次又一次掏空侯府的库藏给你拿钱贴补，
可换来的却是你的厌弃。这辈子，你别想从我这里再拿走1分钱。那又怎么了？当初可是你自己死乞白赖，1哭2闹3上吊，非要嫁给安国公府世子。如今受了委屈，你又来侯府哭丧给谁看？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往日里您不是最疼爱我的吗？我可是您的亲骨肉啊！娘，您不知道我在国公府当真是寸步难行，处处都需要银子打点。上个月婆母过寿，我备的寿礼比几个妯娌差了一大截，当众被他们好一顿嘲笑。还有世子养在外面的那个贱人，居然还要我拿银子去打发。娘，您快给我5000两银子，少1分我在国公府都过不下去啊！娘，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。您今天若是不给我这5000两银子，我就一头撞死在您面前。你这副撒泼打滚、索要无度的样子，真是丢尽了我们成安侯府的脸。娘，您打我，从小到大，您连一句重话都舍不得对我说，今天居然为了区区5000两银子打我！区区5000两，好大的口气！既然世子夫人这般视亲钱如粪土，又何必回娘家来摇尾乞怜？娘，我这也是没办法，国公府开销那么大，我没有银子怎么立足啊？没钱那就自己去找个营生。我听说京城城南的绣坊里，手脚麻利的绣娘1个月也能挣上2两银子。你既然缺钱，不如就去绣坊里做做工，凭自己的本事吃饭。娘，您说什么胡话？我可是承恩侯府的嫡女，是安国公府的世子夫人，您让我去当抛头露面的绣娘，您是不是疯了？我是您最疼爱的娇宁啊，您忘了吗？我没忘，我就是太记得以前有多纵容你，才养出你这么个贪得无厌的白眼狼。沈娇宁，当年你非要嫁入国公府，我顶着全府上下的非议，给你备了整整6万两的嫁妆，10里红妆，风光无限。可你呢，嫁过去才几年，隔3差5就跑回来哭穷，前前后后又从我这抠走了几万两银子。我那也是为了维护我们侯府的体面。娘，女儿知道错了，可您不能不还女儿的死活呀！你要是不给我钱，我今天就不走了。好，既然你不想走，那就别走了。李嬷嬷，把二小姐给我带去秀云阁，关起来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准放她出来。什么？秀云阁？我不去！娘，您不能这么对我，放开我！你们这些下贱配欺负我！来人！娘，你会后悔的，国公府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你是跟着他从国公府来的丫鬟。老太君饶命！老太君饶命！滚回去告诉国公府的人，你们的世子夫人现在在娘家做客，若是想让她回去，就让你们的国公夫人亲自上门来接。滚！是。放我出去！江静书，你凭什么管我？我是国公府的世子夫人，把我放了，不然国公府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前世你看着我被赶出侯府，流落街头，对我万般嫌弃，这一世我倒要看看，没了侯府的银子供你挥霍，你在国公府还算个什么东西？国公府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有多大的本事。杨静书，沈江宁呢？你把他藏哪儿去了？怎么不躲着了？江静书，别以为你现在有太后撑腰就能目中无人，你压下我安国公府的世子夫人，这是要公然羞辱国公府吗？既然安国公夫人这般牵挂，李嬷嬷去后院请二小姐过来。你们承恩侯府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，连个像样的座位都摆不正，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。国公夫人，有什么话可以坐下来好好说，何必迁怒于一件死物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说话？国公夫人，请你自重，这是我侯府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当初也不知是谁哭着喊着求爷爷告奶奶，非要让我们国公府娶你家那二女儿，如今倒好，竟然还得让我这个做婆婆的亲自上门来接人。江静书，你们侯府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在我面前摆？既然国公夫人从心里这么瞧不起我们侯府，那当初又为何要答应这门亲事？既然国公夫人觉得我那女儿配不上你们宁国公府，觉得我们侯府令你蒙羞，不如直接和离好。你敢？沈娇宁是我国公府明媒正娶的世子夫人，你说和离就和离，要是和离，岂不是要让我们国公府沦为全天下的笑柄吗？如今沈家两兄弟都前途不可限量，
承恩侯府深得盛誉，若是让豫章与沈娇宁和离，便会白白丢掉偌大靠山。婆母，您终于来接我了。哎呦，我的好儿媳呀！这些时日怎么都瘦一大圈了，可把婆母心疼坏了。不是婆母疼我，不像有些人口口声声疼爱女儿，转头就将我关在后院，百般虐待。娇宁啊，我诚心诚意来接你，可你母亲却不肯放人，还说要让你和豫章和离。母亲，婆母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居然要让我和离！你果然就是偏心眼，你就是看不得我，非要毁了我的好日子才甘心。二妹，你少说两句，母亲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，你少在这里假惺惺。我看你就是嫉妒我嫁得好。沈娇宁，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当真觉得我狠毒？当然，你眼里根本没有我这个女儿，你就是个冷血的毒妇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今后我与你断绝母女关系。从今往后，你与我侯府再无瓜葛，是死是活，皆由你自己承担。你说什么？母亲，你要跟我断绝关系？从小到大，只要我一哭二闹，他什么好东西不捧到我面前。如今不过是装腔作势吓唬我罢了，他绝不可能真的抛弃我不管。好啊，断绝就断绝。你以为我稀罕待在侯府吗？娇宁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快闭嘴！好，好得很。既然你我已经断绝母女关系，那这些年我私下补贴给你的钱，你也应当一分不少的还给我了吧？你说什么？你要我还钱？亲家母，这怎么能行呢？哪有把补贴的钱要回去的道理？娇宁，你快劝劝你母亲。江静书，你到底是不是疯了？哪有亲生母亲向女儿讨要钱财的？传出去，你也不怕全京城的人笑话你刻薄寡恩？你简直让我恶心！笑话？你刚才不是亲口答应与我断绝关系了吗？既然你都不是我女儿了，这钱你自然得一文不少的吐出来。我还没向你讨要当年带过去的嫁妆呢。李嬷嬷，拿笔墨来，今日就当着大家的面把这笔账算个清清楚楚。是。使不得，使不得啊，老太君！这钱你们今日要是不给，那我只好告召全京城，甚至让皇上也听听你们国公府上是如何不知廉耻，不停向媳妇娘家所有钱财度日的。你敢？我是你亲生女儿啊！从你说出我是冷血毒妇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只是个欠债不还的无赖。红绫，算账。是，少一个铜板，明日就拿欠条去顺天府击鼓鸣冤。去，回府账房支取银票，快去！蒋静书，我还给你！我活了大半辈子，就没见过你这种不顾念亲情、毫无廉耻的母亲。红绫，点一点，数目对不对？回母亲，分毫不差。好，婉宁过来。母亲，婉宁，这些钱你拿着，明日就去京城地段好的地方物色一处宅院置办下来。蒋静书，你凭什么把我的钱给他？你这个老糊涂，你偏心！闭嘴！什么你的钱？那是侯府的钱。你刚才不是亲口承认与我断绝母女关系了吗？既然不是我侯府的人，侯府的钱我想怎么处置，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？你无情无义！你要是再敢在我侯府撒泼跳脚，我立刻让李嬷嬷带人去国公府，把你当年带走的银钱、铺子、田产，连本带利全都给我抬回来。来人，送客！以后国公府的人不准踏入承恩侯府半步。你们这些贱婢，放开我！蒋静书，你这个毒妇，你不得好死！母亲，这使不得，这笔钱太贵重了，女儿断不能收，还是留在宫中给您养老吧。傻孩子，让你拿着就好好拿着，这笔钱就当是母亲给你小两口在京城的立身之本。母亲，女儿多谢母亲疼爱。算算日子，老大和老二明日也该回京了吧？母亲，您之前送来的信里一直叮嘱的要紧事，到底是什么呀？明日你们便知道。红莲，夫君，你总算赶回来了。母亲在信中言辞恳切，说府中有大事要宣布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进屋再说吧。
兄长和三弟他们都已经到了。大哥，母亲最近真是魔怔了，竟然断了我的月令，还逼着我去还那些赌债，那可是几10万两银子，她不是最疼我吗？何止啊，连二妹妹都被他赶出家门，断了关系。我看母亲是大病一场后得了癔症，否则这侯府怎么自从她病愈后就没一天太平日子？大嫂慎言，母亲一生为侯府操劳，如今拨乱反正，不过是想肃清家风。若非府里有些烂泥扶不上墙的幺蛾子，母亲何至于如此辛苦？老二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讽刺谁呢？母亲，听闻您昨日当众与二妹断绝了关系，还赶走了国公府的人，她可是您的亲骨肉，您怎能如此绝情？绝情？他算生生母掏空家底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谈情分？可您是长辈，凡事总要给儿女留一线。住口！只要我还没死，这侯府就轮不到你们来教我做事。今日叫你们回来，是有一件关乎侯府的大事要宣布。从今日起，我将上表圣上，罢黜沈承宗世子之位，改由程耀继承。母亲，你没糊涂吧？往日你最看到大哥，怎会换世子？江静书，你凭什么擅自改世子位？那是成婚的。大嫂，怎敢如此对长辈说话？母亲乃侯府主母，自有决断。萧红玲，你丈夫要当世子，自然帮他说话。沈承亮凭什么配？都给我住口！母亲，儿子的世子之位是父亲在世时亲口定下的，难不成母亲今日要当众违背父亲的遗愿，陷父亲于不义吗？父亲遗愿，李嬷嬷，取老侯爷临终真迹来。睁大眼看看，老侯爷写的是“立子以贤，有德者居之”，何曾有你名字？立子以贤，有德者居之。大哥，上面真没你名字？不可能，父亲最看重我，怎会留此一命？你所作所为配得上贤德二字，立你才是违背父愿。好，既然母亲执意拿着遗嘱说事，立贤德之人可以，但儿子绝不服二弟来当这世子。圣旨到！老身江氏率承恩侯府上下接旨，不知王将军今日大驾光临，有何圣意降下？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今边疆蛮奴猖獗，屡犯我朝边境生灵涂炭，承恩侯府世代忠良，勇武传家，命侯府即刻派帅出征，平定蛮夷，扬我国威。钦此。前世朝廷派秦威老将，为何这一事圣旨落侯府头上？母亲既说立贤，便让二弟出征。他凯旋，我心甘情愿让出世子位。大哥，战场凶险，你这是逼二弟去死。二弟是军中将领，识君之路，不会打仗算什么贤德？母亲，吾世子赌约，儿意愿出征，定不负侯府威名。请母亲成全二弟的报国之心。若您不允，硬是将世子位传给二弟，恐怕府内上下乃至满朝文武皆会不服。沈承宗，你这点暗杂心思，真以为我看不穿？你这是想借蛮夷之手除掉你的亲弟弟？好，这差事程耀接了。母亲英明。二弟，大哥在京城静候佳音。这些年，娘偏心老大老三，让你在边陲受苦了。儿子知道母亲是磨练我，不苦。此次出征，你有几分把握？蛮夷来势汹汹，儿无万全把握，但身为沈家子孙，万死不辞。蠢货！我要你活着建功，不是送死。人家要活人，不要忠师。地主，北狄善伏击，遇狼谷险要之地，
必先派探子探查，绝不可轻敌。母亲长居后宅，怎懂行军布阵？连狼谷都知晓。你只需记住，这是你保命的唯一机会。若你死在战场，你大姐、红绫还有我都会痛不欲生。儿子领命，定将母亲的话刻在骨子里。王将军，这只是定金，事成之后还有重谢。沈大人放心，末将的兵马会紧随沈二将军其后，战场上乱军从中，出点意外再正常不过。末将保证，定让沈将军有去无回。夫君真是好手段，等老二死在外面，那老太婆定会承受不住打击，到时候这侯府还不是咱们说了算？母亲，既然你如此偏心老二，那我就送他去地府，跟父亲说去。记住，北狄善伏击，遇狼谷险要之地，必先派探子探查，绝不可轻敌。全军听令，原地驻守。你们两个立刻进入狼谷前方3里处探查，务必仔细搜索两侧高地，有任何意外，火速报信。哟，沈小将军，这天还没塌呢，怎么胆子倒缩成针尖大了？王将军，此处地势诡谲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小小一个狼谷，以往将士们来回走多少遭了，闭着眼都能过去。都说沈家二郎神勇矫健，今日一见，不过是个缩头乌龟罢了。住口！我们沈将军随老侯爷出征时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儿混军功呢，谁允许你在这儿满嘴喷粪？怎么，沈家军在战场上没见多威风，对自己人倒是挺横。沈承耀，你一个武将，怎么还没你哥一介文官有胆识啊？将军，这老滑鬼摆明了是想看咱笑话。兄弟们跟着您出生入死这么多年，什么时候受过这等窝囊气？咱们直接杀进去，管他什么埋伏，一刀劈了便是，别让这帮小人得意。狼谷确实是行军必经之路，将士们都熟悉这里地形。若是派探子巡查，说不定会延误军机。可是母亲先前特意嘱咐过，等你的探子回来，北狄骑兵早就攻破边境，烧杀抢掠了。到时候这失职之罪，你那老娘可替你扛不住。将军，咱们上吧。若是迟了，边境百姓何辜啊？众将士听令！耀儿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，绝不能重蹈前世的覆辙。报！北境急报，沈承耀将军率军孤军深入，遭遇蛮夷伏击，现下生死不明。我不可能，承耀他武艺高强，绝不会。难道我重生一回，依然救不了我的耀儿吗？不会的，我明明提醒过他狼谷。哎呀，母亲，您还在这儿盼着你那宝贝二儿子呢，恐怕这会儿他早就被蛮毒马蹄踏成肉泥了。就是啊，母亲，既然二弟已经殉国，这侯府可不能没个撑人面的。您还是早点把侯爷印系交给承宗，免得旁人说咱们侯府后继无人。畜生，那是你亲弟弟，他现在生死未卜，你不想着派人去接应，竟然只想着你的爵位。你打我！你竟然为了那个莽夫打我！我才是侯府的嫡长子。母亲，别执迷不悟了，等会儿二弟的死讯正式传到京城，皇上就会下旨，这侯位只能是我的。这是在狼谷河岸边找到的，是沈将军贴身之物，恐怕将军已经殉国了。妈，死透了！母亲，这侯府之位你不给我，我也能自己拿。我就算烧了侯府，也不会让你得逞。皇上驾到！皇上，臣弟死得凄惨，请皇上为我沈家做主。沈将军为国捐躯，朕心甚痛，传朕旨意，体恤侯府，加金1,000两。皇上圣明。
让侯府不可一日无主。沈世子身为长子，理应承袭爵位，以全沈家门扉。苏爱卿所言极是，传旨，着沈承宗接斩。北境大捷！沈承耀将军在狼谷以身诱敌，反向包抄，全歼蛮夷主力，北境大捷！母亲，儿子回来了！好一个沈承耀，以少胜多，有勇有谋，真乃我朝战神！不可能，王将军呢？王将军带了2000精兵，怎么会让你活着回来？众将士听令！果然是个蠢笨的，见我撺掇一下便急着去送死了。传我将令，王将军带千锋队上前探敌，充当诱饵，引蛮夷入瓮。什么？让我当诱饵？沈承耀，你这是公报私仇！王将军，大敌当前，你3番5次动摇军心，如今更是推脱军令，难道你想在这众目睽睽之下当逃兵不成？我没有。既然不是逃兵，那就给我冲！蛮夷埋伏在这里！敌军已入伏击圈，全军听令，上！大哥是在找王将军，他一直撺掇我进狼谷送死。我见他如此勇猛，便命他带队当诱饵。结果他第一个撞上蛮夷伏兵，被乱箭匣死了。启奏皇上，这是从王将军尸身上搜出来的密信。沈承宗，苏家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下毒太后勾结边将，残害手足，你们眼里还有朕吗？好一个手足情深！沈承宗，你勾结王莽在军中设伏，要你亲弟弟的命，这就是你给朕看的忠义。皇上，臣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是那王莽威逼利诱，臣只是想保住侯府荣耀啊！皇上，老臣对此事一概不知啊！母亲，救救儿子！您最疼我了，您跟皇上求求情，我可是沈家的长子，我不能死啊！你还知道自己是长子？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为了个爵位，偏激到去害你亲弟弟的性命。我偏激，还不是因为母亲你偏心，要将那世子之位给沈承耀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我偏心，从小到大，最好的师傅请给你，最好的资源留给你，我把你养得锦衣玉食，竟养成你这副自私自利的狼心狗肺。大哥，你既然毒辣至此，连我的性命都不放过。都是沈承宗的主意，父亲救我！皇上，老臣冤枉，这一切都是苏佩兰这个孽女和沈承宗合谋，老臣全然不知情，请皇上明鉴，莫要雷击苏家满门啊！父亲，你竟然推我出来顶罪！够了！满口谎言，全无廉耻！传朕旨意，沈承宗勾结外臣，残害忠良，苏家教女无方同流合污，即刻下狱，3日后集体抄家，斩立决。皇上，母亲救我！母亲，皇上开恩啊！皇上，老太君，沈家出了这等逆子，难为你了。沈承耀护国有功，承恩侯的爵位便由沈承耀继承。谢皇上隆恩。母亲，这次北境大捷，若非母亲临行前的锦囊妙计教导儿子恐怕真的回不来了。母亲运筹帷幄，终于保住了侯府，也保住了承耀。好孩子，回来就好。咱们沈家总算清静了。没钱还敢来咱们永丰酒楼充大爷，赶紧滚！瞎了你的狗眼！我可是堂堂承恩侯府的小少爷，你们敢这么对我，信不信我砸了你们这破店？哼！岂有此理！我堂堂侯府小少爷，凭什么过得这么惨啊？听说了吗？承恩侯府的2公子沈将军，这次北境大捷，讨伐蛮夷大获全胜，估计正在他拟定封号呢。
那侯府这下可真是要平步青云了，圣上的赏赐肯定少不了啊。对啊，现在大哥倒台了，二哥立了大功，娘手里肯定攥着大把的赏赐和银子。我只要回去好好哄哄他，银子还不是手到擒来。娘，儿子知道错了，儿子知道错了，儿子彻彻底底的错了。娘，儿子知道错了。哦，你倒是说说错在哪儿了？儿子以前混账，只知道大手大脚花钱，挥霍无度，却不知娘和嫂子持家有多辛苦。大哥出了那样的事，儿子痛定思痛，绝不能再做侯府的蛀虫了。我真不是个东西，混账至极！娘，你打我骂我吧。小弟，别打了，你既然知道错了，以后打算怎么做？二嫂，我这就去拜师学艺，以后一定好好读书，像二哥一样为家族争光，绝不辜负娘的期望。母亲，小弟既然有这份悔过之心，不如就再给他一个机会吧。好啊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既然我儿有这等上进之心，为娘甚是欣慰。李嬷嬷，去支200两银票来。既然要拜师学艺，囊中修业怎么行？是。谢谢娘，谢谢娘，儿子一定洗心革面，定不负娘的厚望。母亲真是菩萨心肠，小弟若真能走上正道，也是侯府之福。林伯，老夫人，去，给我盯紧他，看看他到底去了哪儿。老奴遵命。母亲，您这是？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儿子，我还不了解他？老夫人，小少爷他拿着银票，径直往东街的毒房去了。什么？他刚刚信誓旦旦说的，竟然都是假的！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既然他死性不改，那我正好让他吃点苦头，彻底断了他这烂根。去办吧。老奴明白。开大！哈哈哈，又赢了！给钱，给钱！哎呦，小少爷今天真是神了，又赢了！不到半个时辰，这200两都翻了5、6倍了。哎呦，沈少爷，您这手气是想把我们这小庙都赢过去啊？那是，本少爷天生就是富贵命。既然如此，小少爷，要不要上2楼玩把大的？500两一把，更过瘾。玩就玩，快给小爷带路。好。开！哎呀，是小少爷赢。小少爷，您又赢了！您今天这是赌神上身了，这就赢了几千两了。不过瘾，这太慢了，来1000两一把的。小少爷，1000两这数目可不小啊，万一……怕什么？爷差这点银子吗？告诉你，就算全输光了，我娘还能不管我？我二哥现在可是朝廷的大功臣，我们侯府最不缺的就是银子。开住！哎呀，小少爷，这把您输了，再来一把。少爷，您这把又输了。少爷，您现在要是停手，刚刚赢的可就全没了。对，只要赢一把，就能把本钱连同更多的钱一起赢回来。别说200两，就是几千两我也赢得起。继续，继续，小爷我分分钟就能赢回来。小少爷，您又输了。
再来，再来，下把一定赢。小少爷，您又输了。再来，再来，下把一定赢。你干什么？少爷，您已经欠了我们赌房8237两了。8000两？怎么可能有这么多？我不玩了。你们要做什么？您要走也可以，先还赌坊的钱吧。记账，本少爷是长安侯府的小少爷，还会赖你这点小钱不成？小店这是小本生意，概不深欠。既然小少爷不想还，那我也只好用点小手段了。老夫人，不好了！小少爷他被人压着回来了，像是又欠了债。让他们进来吧。娘，救命啊！娘！老太君，不是我们赌房不给侯府颜面，只是小少爷在我们赌房已经欠下白银8200余两，我们也是打开门做生意的，这规矩。8000多两，小弟，你不是说去拜师学艺、痛改前非了吗？怎么弄成这副模样？老太君，我知道你们承恩侯府如今出了位大英雄沈将军，是整个国家的大英雄，但咱们赌房是小本生意，概不赊欠，欠债还钱也是天经地义吧？金掌柜说得对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不过这债我们侯府不还。娘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你快拿银子救救我啊！但我们侯府也不能让别人说闲话，不如金掌柜，从今天起，我把它押给你，以后就在你那儿做工抵债，什么时候还清，什么时候了结。什么？白纸黑字，绝不反悔，如何？娘，求您放过我这一次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沈承泽，我早就给你悔过的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不要这个机会，那就滚吧，拿去，让小少爷画押。我不要，娘救救我！我再也不赌了，我再也不赌了！娘！走吧，小少爷，咱们酒楼正好缺个端茶送水的小二。老太君，您这招实在是高啊！您放心，小的一定把小少爷照顾得服服帖帖的。老夫人，这是宫里小姐派人递出来的信。苏家将倾，这前朝的火必定烧到后宫，淑妃那个毒妇岂会坐以待毙？是该进宫去见见令仪了。李嬷嬷，立刻递牌子进宫，老奴这就去准备。母亲，您总算来了。令仪，才几日不见，你变化这么大，都是因为母亲的指点。女儿升了位分之后，在这宫里的待遇同先前大不相同了。二哥这次在边关立下赫赫战功，女儿在宫中听闻，真是扬眉吐气。只可惜大哥他走上这等邪门歪道，为了荣华富贵不惜陷害亲弟，如今这下场也是他自找的，怨不得旁人。母亲说的是，只是女儿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。哦，哪里不踏实？苏家马上就要被灭门了，淑妃绝不会眼睁睁看着母族覆灭，定会垂死挣扎。再者，二哥如今功高盖主，咱们侯府风头太盛，皇上生性多疑，只怕已经对咱们有了防备动作。不错，我的令仪当真是长大了，能将这局势看得这般透彻。我先前给你的那本选秀册子，你可仔细用了？母亲放心，女儿用了您给的选秀册子，已经拉拢了不少新进宫的妹妹。如今这后宫之中，咱们不再是孤立无援了。那你可曾注意到，你拉拢的这些妃子中，有不少都是曾经被苏家打压，甚至对苏家心存芥蒂的官家之女。母亲的意思是想让我联合他们，将淑妃彻底掰倒，拔树就要除根，绝不能给她留一丝喘息的机会。娘，老夫人，不好了！冷宫那边传来消息，不知淑妃使了什么魅惑之术，在冷宫凭借一袭白衣舞，竟然重获圣上恩宠了。什么？苏月窝到底使了什么妖法？那可是犯了给太后下毒的死罪啊！皇上怎能如此轻易就免了他的罪？哪里是什么妖法，不过是皇上开始对咱们侯府有了防备之心，想要借苏月薇来制衡咱。母亲，2日后就是苏家行刑的日子了。若是淑妃偏偏在个节骨眼上闹事，皇上若真顾忌咱们侯府，苏家岂不是又要卷土重来？难道我们就只能眼睁睁看着那苏月薇再次作威作福？皇上想保他，太后可不答应。母亲这话的意思是，
女儿这就去办。好久不见啊，沈贵妃。沈贵妃，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，听说有的人在这后宫之中可是猖狂的很呢。姐姐说笑了，我不过是同几位新进宫的妹妹多说说话罢了。要说猖狂，和姐姐常年欺负宫里这些亏子们比起来，妹妹还是差远了。小小年纪心思倒是重得很，你以为拉拢几个贱蹄子就能得到皇上的宠爱和位分了？可惜啊，皇上心里还是只爱我一个人。你再怎么费尽心机去争宠，也比不过我在皇上心里的分量。入宫多年，历经浮沉，居然还傻傻相信帝王会只爱他一人，真是蠢人一个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蠢人才好收拾。姐姐这份自信，妹妹当真佩服。只是明日苏家上下就要被满门抄斩了，姐姐居然还有闲情逸致在这后宫之中争宠炫耀，在没心没肺这点上，妹妹确实是不如姐姐。贱人，你敢咒我苏家，我撕了你的嘴！好痛，我的肚子。裴灵仪，你想害我？我根本就没碰到你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天哪，血！贵妃娘娘流血了！快来人啊，叫太医！贵妃娘娘出事了！苏月薇，你到底对令仪做了什么？臣妾没有，太后明鉴，是她自己摔倒的，臣妾根本没有碰她。太后娘娘，救救臣妾！淑妃姐姐她恨臣妾。来人，把淑妃给哀家拿下！若是沈贵妃有半点闪失，哀家要你的命！放开我！我是皇上最宠爱的妃子，你们敢动我？沈灵仪，你个贱人，你陷害我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怎么回事？贵妃好端端的怎么会出事？启禀皇上太后，微臣无能，沈贵妃娘娘受了剧烈惊吓与外力撞击，导致小产了。你说什么？小产？容太医有2月余，本就胎相不稳，如今这一摔，实在是保不住了呀，皇上。混账！朕的皇嗣竟在青天白日之下没了，到底是谁干的？臣妾本想着等胎相稳固些，过些日子再给您一个惊喜，可没曾想，淑妃姐姐只因见臣妾小腹微隆，便下此毒手。臣妾的孩子，臣妾那还未出世的孩子，你血口喷人！皇上，臣妾连他的衣角都没碰到，是他自己摔倒的，这是苦肉计，是他沈灵仪要害臣妾。皇上明鉴，嫔妾与林妹妹亲眼所见，就是淑妃娘娘狠狠推了贵妃娘娘一把。不仅如此，淑妃娘娘推人时还口出狂言，她还说了什么？她说苏家底蕴深厚，定会东山再起，到时候要把沈家狠狠踩在脚下，让贵妃娘娘生不如死。好一个东山再起，好一个踩在脚下！你们这2个贱人，你们撒谎！你们分明是受了沈介意的指使，联合起来陷害本宫。皇上，你千万不要信他们的鬼话！一派胡言！柳贵人和林常在驻宫不过短短数日，还是2个半大孩子，怎么可能会联合起来拿全族的性命害你？太后娘娘，臣妾真的是冤枉的呀！皇上，苏家本就包藏祸心，贪墨谋反，罪证确凿。如今这淑妃与苏家一体，心肠歹毒至极，连皇嗣都敢谋害。难道皇上真要顾念旧情，将这妖妃留着，继续祸害后宫吗？传朕旨意，淑妃苏氏谋害皇嗣，大逆不道，褫夺封号，同苏家一起下狱。明日午时，满门抄斩，即刻行刑。皇上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错。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错。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是你的冤枉呀！皇上，求你开恩呐！皇上，求你开恩呐！放开我，沈灵仪！你个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灵仪，是朕没保护好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放心，朕定会好好补偿你。
母亲，你的计谋果真有用。苏月薇，难道你以为只有你能买通太医院？今日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你就同苏家一块下地狱吧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沈承耀平定北境蛮夷，以少胜多，扬我国威，特封为定北侯，赏黄金1万两，良田1000顷，钦此。臣沈承耀叩谢皇上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口谕：苏家淑妃毒害太后一事证据确凿，罪无可恕，同祸害沈贵妃子嗣一罪并罚，与苏家满门连同逆贼沈承宗即刻押赴刑场，满门抄斩。老太君，皇上还有一道旨意是给您的。将士教儿有方，为国举才。又查出谋害太后真凶，德贤兼备，特封尊号工会一品诏命夫人，赐凤冠霞帔。臣父江敬书领旨谢恩。回来！母亲，救我！我是您的长子呀，求您去向皇上求求情，免了儿子的死罪吧！我以后一定好好孝顺您。老太君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求您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给我留一条活路吧。情分？今日这一切都是你们贪慕虚荣、谋害手足的报应，全都是你们自找的。母亲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！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！你昨天才抬了一个贱妾进门，今天怎么又背着我去烟花巷柳找那个狐狸精？你把我这个正妻放在眼里了吗？滚开！你这泼妇！往日我不过是看在承恩侯府的份上，还对你一再容忍。如今你已经和侯府没了关系，算个什么东西？再敢纠缠，小心我让你滚回大街上要饭！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，连洗个碗都洗不好！老子留你在这儿是干活还债的，不是让你来砸场子的。加上这几个盘子，你现在欠我850两银子了。这辈子你就在这儿给我做牛做马还债吧！掌柜的息怒，对不起，我赔，我一定好好干活赔给您，求您别打我了。母亲，天冷要下雪了，您的身子受不得寒，还是尽早回府吧。承耀的庆功宴就要开了，府里大伙儿都在正厅等着您入座呢。是啊，下雪了，走，咱们回家开宴。